那年我意外摔坏脑袋，当了3年傻子。就在我当傻子的最后1年，同村女知青却偷偷给我下药，将女孩塞进我房间，只为败坏女孩名声。后来女孩受不了流言蜚语离开了小村庄，却不曾想走时已经怀有身孕。然而多年后，当我再次得知他们母女消息时，已是天人永别。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时，发现回到了1980年6月3日拿下李柔一血的那一天，而当傻子这3年的记忆，在这一世也奇迹般的恢复了。李柔，李柔，你醒醒！李柔，现在你快点穿好衣服，然后从我家后门出去，直接回知青点。无论谁问你，都不要说昨晚在我这里过的夜，详细的事情以后我再向你解释。此时，郭家头上已经挤出了一层汗珠。郭家知道，再过不久，知青陈翠莲就要带着全村老小过来。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李柔一边快速穿衣服，一边问道：“你们知青点的陈翠莲要害你，昨晚的事情就是她搞的鬼。昨天村上提前搞欢送会，庆祝第一批知青取得返城调令，大家因为高兴，都喝了些酒，当然也包括李柔。欢送宴还没结束，李柔就醉得七荤八素，被闺蜜陈翠莲扶着离开。然而，她却不知道怎么的就来到了郭家这个二傻子这里，只记得昨天夜里后来的事，而且她好像还是主动的一方。一想到这，李柔的眼泪不由掉了下来。既然昨晚的事情已经发生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，在不影响你回城的基础上，想办法娶你。不用，不用。李柔的反应，郭家一点都不意外，毕竟在大家的眼中，她还是个二傻子，而且还与柳如烟订了婚。李柔，首先，我的傻病在昨夜突然好了，这个以后你可以通过任何测试证明。另外，我可以保证，虽然与柳如烟3年前就订了婚，但我连她的手都没碰过，而且她也嫌弃我是二傻子，从出事以后就没再来见我。这些先不说，你赶紧回知青点，离那个陈翠莲远一点，她没安好心。可他是我的好朋友啊，为什么要害我？因为陈翠莲喜欢你们知青点的赵勇，而赵勇一直在追求你。其余的，以后我再慢慢和你解释。快回去吧。说完，一把将李柔推出了后门。刚做完这些，外面就传来了一个女人尖刻的声音：“同志们，李柔一夜未归，有人说看见她昨夜钻进了二傻子的屋。”陈翠莲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赵勇同志，是不是乱说？我们大家进入二傻子房里不就知道了？陈翠莲信心满满，在她身后还有男女老少很多人站着，大家都脸色凝重地看着郭家的房门。二傻子，快开门！还别说，早上我路过这里，听到里面好像有女人的尖叫声。陈翠莲听到有村民议论，更是得意。李柔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们马上救你出来。陈翠莲喊完，脸上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划过，转头又对赵勇小声说道：“也不知道李柔是怎么想的，放着你这么优秀的同志不考虑，没羞没臊的往一个二傻子屋里钻。”而此时赵勇的脸也冷了下来，自己苦苦追求的女生，宁可钻了二傻子的屋，也不答应做他女朋友。大家让让，我来把门踹开，我要马上破门而入，捉住这对狗男女，我要让李柔从此在人前抬不起头来，我得不到的，那就亲手毁掉他。赵勇说着就奔郭家的房门，抬脚用力踹去。这时老旧的木门忽然从里面打开，由于惯性的作用，赵勇以一字马的姿势跌落到地上，不偏不倚，裆部正好垫在门槛子上。伴随着一声惨叫，赵勇双手捂着裆部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前世因为我和李柔滚床单后，赵勇性情大变，不但经常言语挖苦李柔，更是时时想要强迫李柔和他也那样。郭家看了一眼赵勇，嘴角露出一抹冷笑。现在郭家重生回来，又怎么可能让赵勇好过？二傻子，李柔在你屋里没？家娃子，李知青是在你家过的夜吗？其他知青和大岭村的村民们七嘴八舌地问道。看到郭家人高马大的堵在门口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，这些人也没人敢往里面闯。你们都干什么？欺负我家哥一个人是不是？来人正是郭家的好兄弟王德发、王胖子。家哥不用怕，老子罩着你。各位叔叔大爷、婶子大娘，还有知青同志们，郭家傻了也不是1天2天，对吧？胖子，家娃子傻了3年了，这我们大家当然知道啊。对对对，村民们纷纷点头。那好，那么李知青如果真在我家哥的屋里过的夜，可就不是他耍流氓了。大家应该也知道，傻子连嘎人都不犯法，更别说和一个婆娘睡觉了。胖子把话兜了一圈，终于说出中心思想。后面站着的郭家也是一阵感动，这就是自己的兄弟。这个是自然，胖子你赶紧让家娃子让开，我们不会为难他。刚刚老张可是说听到里面有女人尖叫声。那好，家哥你让开，让他们进屋看看，没事。胖子看拿话把大家套住，转身开始劝郭家。胖子，我屋里没女人。都有人看见李柔进你屋了，还在这里狡辩，赶紧让开。哦，有人看见，是谁看见了？话音一落，当场顿时鸦雀无声，大家齐齐地看向郭家。这哪里还是一个傻子能说出来的话呀？莫不是家娃子不傻了？你倒是说啊，问你话呢。一声暴喝，吓得陈翠莲一个哆嗦。陈翠莲知道坏了，本来想蒙混过关的，现在不好收场了。我自己亲眼看到的。3更半夜的，你一个女同志来我家这里干什么？
啊，路过不行啊，这门前的路是你家的，还不让人走了？陈翠莲马上泼妇附体，开启暴走模式。嘉哥，你不傻了？王胖子才不管郭家睡没睡女人，现在他更关心的是他的家哥傻病是不是好了。你才傻！卧槽，真不傻了！胖子还傻站着啥？快去告诉家娃子他爷爷，让郭老爷子高兴高兴。因为郭家3年前摔傻了，爷爷郭令公急火攻心，直接病得卧床不起。他大爷郭解放只能把老爸接到自己的房子，便于照顾。躲开，我们要救李柔出来。陈翠莲看情况有些跑偏，连忙说了一句：想要查看我的屋子不难，你先解释一下，你在刘寿一那里拿的母猪催情药都干了什么？需要让人把刘寿一请来吗？此时郭家又怎么可能放过想要陷害李柔的陈翠莲？我不是负责村里的仔猪饲养吗？想要提高母猪的产子频率，这有什么错？陈翠莲也不是省油的灯，马上就想到了解救自己的方法。陈知青是个好同志，这种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。如果人人都能有这么高的觉悟就好了。村上负责宣传思想工作的张胜利听到陈翠莲的一番话，带头叫好。听到没有，二傻子，如果你再不让开，那就是在和整个村子作对。陈翠莲一看终于取得了一些支持者，赶紧再次发力。李柔是我昨晚亲自送进来的，只要一会儿进去把李柔薅出来，那么一切计划就都实现了。众人跟随陈翠莲进了屋，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。就在大家用怀疑的眼神齐刷刷看向陈翠莲时，郭家忽然拿出一个搪瓷杯。陈翠莲，你昨天夜里拿着这杯水骗我说是糖水，让我喝掉，没想到我神志清醒了吧？听到这话，陈翠莲小脸一下子吓得惨白。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。那为什么你说亲眼看到李柔进了我的房间，可是屋里却没人？那就是我眼花看错了。陈翠莲现在打死也不敢承认，决定胡缠乱打。陈知青，这你就不对了，没有看清，你怎么能胡乱泼脏水呢？亏我刚刚还在号召大家向你学习，看来你这也是思想有问题，要不得啊！乌漆麻黑的，谁能看那么清楚啊？怎么就没有勇敢承认错误的精神呢？你这个知青是怎么当的？会堂墙上那些名人的画像难道都白挂了吗？他们的教导你都忘记了吗？真是让人痛心疾首啊！张胜利比郭家还要小1岁，今年才22岁，但却时时刻刻一副老学究的模样。不要跟我说那些没用的，喊口号。我们城里知青比你知道的多，亏我刚刚看他比以前都顺眼多了，可转眼之间怎么就那么丑，都快让人呕吐了。既然你这么能狡辩，那就喝下这杯水，证明你的清白。前世，在我当傻子的那3年，同村女知青悄悄给我下药，将女孩塞进我房间，如今带着全村老少过来抓人。殊不知这一世我不傻了。既然你这么能狡辩，那就把这杯水喝进去吧。我又不渴，为什么要喝水啊？来证明你自己的清白啊！如果你敢喝昨晚给我的这杯水，就说明你心里没鬼。郭家露出一丝邪邪的笑容，把搪瓷杯递到陈翠莲的嘴边。一向善于狡辩的陈翠莲，现在都不知道要说什么了。还是我替你说吧，这水里你是放了母猪催情药的，而且我看里面剂量还不小。要是你喝了以后，别说发起疯来，会不会把自己的衣服都撕烂了，甚至都有生命危险。你可知道，这可是兽药啊，用在人身上，力量是翻倍的。郭家内心也在暗骂陈翠莲。虽然昨夜扑克一共打了大约3.1415926把，可哥是那种需要药物的人吗？要知道，哥是能顶风刺梁民远的人，岂能与那些顺风含尿抢面的人相提并论？给哥用药，那是对哥的一种侮辱。什么？陈知青，家娃子说的是真的吗？陈翠莲表示自己大脑现在一片空白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弄了。如果你把这杯水喝了，并且让大家观察一段时间，能够不出意外，那么就可以证明我说的是假话。陈翠莲本能的又是一个哆嗦。房间里没有李柔，郭家这个二傻子又突然病好了。很明显，昨夜我下药的这杯水他是没有喝的。现在我如果喝下去，一会儿饭要尽之后，别说会丑态百出了，万一真像他说的那样被药害死了怎么办？我不喝。陈翠莲用手捂住嘴，眼泪也掉了下来。这时，村长也就是胖子的老爹王福带着几人刚好赶来。陈知青，你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我记得你和李柔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啊。村长，陈翠莲就是看我是个二傻子，昨夜拿着药物来，想要得到我。反正他认为我的神志也不清，事情也不会露馅，但是他没想到我昨天却不知道因为什么，这傻病奇迹般的好了。你胡说！陈翠莲一听郭家居然歪理邪说，而且污蔑他的清白，气得简直要晕过去。我胡说什么了？本来就是你不知廉耻，我不答应，你就在我的屋里大喊大叫，这才让外面有人听到我屋里有女人的声音。至于李柔，我根本就没见到过她来这里。听到郭家提到李柔，在场的人们才想到原本应该是主角的人，纷纷向他看去。我昨夜吃坏了肚子，去了多少次厕所，自己都记不清了，哪还有力气出来乱跑？俗话说得好，好汉也架不住三坡稀。李知青今天就不要下地干活了，给你放1天假。对，有困难就要向组织上说，村里不会压榨任何劳动人民。而就在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李柔这边时，郭家用只有陈翠莲能听到的声音说道：
如果把李柔被你下药并送到我屋里来的事说出来，你猜你会不会吃花生米？啊！陈翠莲吓得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了。就是被判个20-30年，到时候出来也成老太婆了，哪有在外面自由自在的好？诱惑我未遂，也就是在村上批评教育一下完事。我这样说也是为你好。这个前世害惨了李柔的女人，我是不可能让她好过的。但目前为了李柔的名声，还有后面的一系列事情，我只能暂退一步。不过利息还是要先收一点的，那就是先把陈翠莲的名声搞臭，其他的以后再加倍清算。村长，我主动承认错误，是我昨天酒喝多了，迷失了本性，才办了错事。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批评。陈翠莲马上开口承认错误，这个瓜有些大，所有人都被惊得张大嘴巴，而最吃惊的就要数李柔了，一点不比昨夜少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能让陈翠莲把屎盆子扣自己脑袋上？而且郭家不傻了，站在那里怎么会给人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？糊涂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不能耽误了生产，大家先下地干活，等到晚上下工，村里大会堂集合，再开批评大会。对，我支持村长的决定，既要抓生产，又要抓思想工作。等到晚上批评大会，我要狠狠批评陈知青，把他从错误的泥潭中解救出来。行了，别这么搞得自己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不服去山上比划比划。我坚信邪不压正，就是去再多次的山上，也动摇不了我内心坚定的信念，正义定斩破荆棘。来，咱俩上山单独去谈谈理想。村长救我！小兔崽子，赶紧下地挣工分，不然老子把你腿打断。爸，我肚子有点痛，今天请假。咋的？你还要学女同志，每月都疼几天啊？要想一周不吃饭你就请假。村长王福对着自己儿子横眉立目，这个不争气的玩意是让他操碎了心。对了，李知青，你回宿舍好好休息一下吧，其他人跟我一起下地干活。村长王福说着，一把薅住胖子的耳朵就往前走。哎呀，疼！爸，你快放手，我去干活还不行吗？对方是自己老子，胖子也是没办法。要是换做别人，他早一个闪电5连鞭将对方撂倒。其余村民也都跟着一起离开。转眼之间就只剩下郭嘉和李柔2个人。我回知青点了。看到郭嘉正在看着自己，李柔说话的声音比蚊子叫还小，转身就要逃开。我送你，顺便我再和你说说事情的详细经过。李柔听到郭嘉想要说昨天的事，也想知道，就放缓了脚步。李柔，知青点的那个赵勇，家庭背景听说好像是不错，所以陈翠莲想要贴上去，这样可以少走几十年弯路。什么弯路？那么长，要走好几十年？李柔扑闪着一双大眼睛，眨呀眨的，不明白郭嘉说的是什么。我的意思就是陈翠莲就想靠嫁给赵勇，从而进入富贵人家，之后她自己就不用努力了。哦，你是说她想当富贵人家的小姐？郭嘉形容还真贴切，怪不得村里人都说她以前是神童。你刚刚是不是在想，怎么后来就变成傻子了呢？那是因为我帮着柳如烟一家上山采野菜，让他们糊口度命，不小心滚下山坡磕到石头上造成的。啊？咱们先不说这些，继续说昨天的事情。陈翠莲发现赵勇眼睛里只有你，他自己根本就没有机会，而且又有了回城的消息，他这才铤而走险。只要让大家知道你和我这个二傻子是在一个被窝，那么赵勇就根本不可能再追求你了。可是平时我根本都不搭理赵勇的，也总是躲着他。陈翠莲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可是一直把他当成自己的好朋友啊。李柔的眼神暗淡下来，被好朋友出卖的滋味相当的难受。昨天晚上的事实在是对不起，都是喝了陈翠莲下的药才造成的。啊，你不是说那药你没喝吗？我还看你刚刚端着搪瓷杯。当时我的病还没有好，那个药我自然是喝了的，然后是一直和你。哎呀，不要说。昨天生米都煮成熟饭了，我发誓会对你负责的。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误，我也是主动的，都是陈翠莲给我们下了药，咱们以后不要再提这个事了。而且你也有对象，要是这件事说出去，对象不保不算，你也会犯流氓罪的。李柔还是和前世一样，凡事都替别人考虑，从来不想自己。李柔，咱俩的事等你回城后，我再去你家里提亲，这样什么都不耽误。至于和我订婚的柳如烟，我会马上去和她解除关系的。这不是我无情，而是他们柳家做的太不地道。昨晚我傻病好了的时候，这3年的记忆也都想了起来。原本柳家一家5口有了上顿没下顿，是我一直上山挖野菜来给他们填肚子。可是当我出事变傻以后，他们柳家可是一趟都没来看望过我。你说这样的人还是未来要生活在一起的对象吗？这确实很过分，他们柳家太没人情味了。李柔完全把自己带入其中，为郭家鸣不平。这还不算，不但柳如烟不来看我，她的二妹柳如梅更可恶。在我傻了的这3年时间里，隔三差五的跑到我的爷爷面前要挟，不给他钱就要让他姐姐和我解除婚约。我爷爷怕等他没了以后没人照顾我这个傻子，只能一次次妥协，省吃俭用，把钱省下来都给了柳家。郭嘉说这话时满眼的泪花。在前世，爷爷郭令公就因身体救急，再加上郭家变傻急火攻心诱发病情加重，手里的钱都被柳家人骗去，长期得不到营养补充，最后撒手人寰。而柳如烟的3弟柳大华更是趁着郭家傻的时候经常殴打他，上一世就是在殴打郭家时不小心打在了郭家的脑袋上，凑巧把他的傻病给打好了。
前世我被未婚妻一家吸血，不但做牛做马侍候他们全家，甚至趁我傻时骗走爷爷所有积蓄，最终导致爷爷病重无钱医治，撒手人寰。如今重生归来，我果断提出退婚，更是要让他们全家付出代价。这一家都是什么人啊？怎么可以这样？郭嘉看着李柔笑了起来。你这人是怎么回事？他们那样对你，现在居然还能笑出来？郭嘉笑得更开心，因为现在爷爷还在，眼前的老婆还在，女儿刚孕育还是负1岁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好了，到知青点了，你回去吧。那行，你要好好休息，不要干重活，我还要去看看爷爷，明天再来看你。郭嘉发现李柔还是很怕自己，只能徐徐图之。根据前世的记忆，李柔此时还有一个互表爱意的心仪对象，叫宋书，而这个宋书在他下乡后，马上就转头追求李柔的妹妹李兰，并且已经结婚了。郭嘉知道，只有让李柔自己把宋书这个人从心里移除，他才有机会。按照前世的发展，昨夜应该又是一发入魂。现在我要争取的可不是李柔一个人，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。看到李柔跑回知青点，郭嘉叹了口气，自己追妻的路任重而道远啊。从知青点返回来，郭嘉直接来到郭令公的房间。爷爷，我的病好了。好啊，刚刚胖子来告诉我说你不傻了，我还不信。现在光看你的眼睛，我就知道我那个聪明的大孙子又回来了。爷，我的病都好了，接下来就轮到你了。前世郭嘉没有看到爷爷最后一面，一直后悔不已。现在重生回来，再次看到爷爷，也是激动的止不住眼泪。轮到我？爷，现在我的傻病好了，马上去赚钱给你治病，接下来就轮到你的病康复了。傻孩子，人哪有不死的？能在死前看到你的病好了，爷爷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这要是再能知道你大哥郭成的下落，就更好了。郭令公是打过鬼子的老兵，早就生死看淡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两个孙子，一个老大郭解放的儿子，一个是老二郭建设的儿子。爷，你的病其实并不严重，主要是因为我的事情压住了火，再加上长期营养不良才导致这样的。现在你孙子的傻病好了，咱们再去医院治疗，身体马上就会好的。至于我大哥，以后我也一定去苏国把他找回来。活要见人，即使人没了，尸骨我也会带他回家乡。比前世提前了将近半年，傻病就好了。郭嘉知道一切都来得及。直小子，你的病真的好了？大爷郭解放路上遇到村民，告诉他郭家病好了，连忙赶了回来。大爷，我的病好了，谢谢你这么多年对爷爷和我的照顾。谢啥子？我是你大爷，那个是我亲爹，照顾你们就是天经地义的。你的病能好，这可是谢天谢地谢祖宗的大好事。老郭头，这个月的钱怎么还没送过去？非得要我来上门取吗？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尖刻声音。柳家的二侄女，不是我们不送钱，是因为现在忙农活，没时间。老爷子的补助金也是昨天刚发的，才挖完土豆，正准备今天送去呢。来人正是未婚妻柳如烟的妹妹柳如梅。是如梅来了，爷爷告诉你个好消息，你的补助金上涨了。柳如梅满眼的贪婪，至于旁边站着的郭嘉，被她直接忽视掉了。上涨了多少？那以后给我们的钱再是40元可不行了，也要跟着上涨，不然就这么个傻子，我姐可不会伺候他后半生。不是补助金上涨，而是我侄子郭家的病好了。原本每月郭令公有45元钱的退伍补助金，柳家都要拿走40元。如果现在不解释清楚，要是再提高价钱，他们可是拿不出了。傻病还能好？柳如梅转头看向郭嘉，120个不相信。而这时，郭解放也把昨天刚发到手的钱拿了出来。看到郭解放往出拿钱，柳如梅的注意力马上回到这边，不再看那个二傻子是不是病真好。这钱不用给他们柳家了，而且以后1分钱都不再给他们。混蛋，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抢我的钱？柳如梅看马上到手的钱被二傻子抢走，当时就炸毛了。你还要不要脸？现在我的病都好了，还来要钱？这3年来，柳家人把郭令公的补助金看得紧紧的，头一天发下来，第2天就登门索要，风雨无阻。大孙子怎么说话呢？这是你未来的小姨子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在老爷子的心里，柳家的老大柳如烟是要做自己孙媳妇的，不能闹得太僵。听到没有？你们2个都没有一个躺炕上要嘎的人明事理。你一个变成二傻子的人，我大姐都没抛弃你，要你们点钱怎么了？况且这钱还不是将来要用在你这个傻子的养老上。柳如梅越发的嚣张，一张脸抬得高高的，来到郭嘉身前。一个清脆的耳光声响起，柳如梅茫然的捂着脸，不敢相信的看着郭嘉，这个二傻子居然敢打自己。好你个二傻子，居然敢打我！老娘今天和你们郭家没完！柳如梅一下子就爆发了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这郭家忘恩负义，我大姐白伺候他3年，他郭家傻了，我大姐都不离不弃。因为争吵，门口也聚集来许多村民。柳如梅，马上闭上你的嘴！我的傻病好了，这3年的事情可都是记得的。你还有脸说忘恩负义？我的傻病是怎么得的？还不是你们柳家揭不开锅，我上山给你们采野菜摔傻的。可是你们柳家呢？从我摔下山后，可有一个人来看望过？相反，在我把身上的伤养好之后，你们就不停地骗我这个傻子给你们干活。
甚至你们几个人的洗脚水都是让我端来倒去，这也叫你们伺候了我3年。还有你大姐柳如烟，在制衣厂和副厂长的儿子经常眉来眼去，以为我不知道。我因为你们柳家受伤，他可曾为我熬过一次药，哪怕来我家看望过我一次。这就是你说的，你姐对我不离不弃，而你们呢，对我不闻不问，还把我爷爷每月45元的补助金，4次要去40元。现在我的爷爷病倒了，都没有钱来治病，你还张口就咒他是一个快要嘎了的人，你还有良心吗？你们柳家还是人吗？大孙子，爷爷，你是保家卫国的功臣，是一个明事理的人，就柳家这种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他在你身上吸血的蛀虫，哪有资格成为你的孙媳妇，成为你的亲家？可是你的终身大事。郭令公担心自己的孙子将来讨不到婆娘。爷，柳如烟以及他们家这样的人，咱不要了，以后孙子一定能找到一个最好的老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病不能再拖了，要马上住院治疗。是啊，镇上的柳家太不像话了。家娃子做得对，这样的对象还要啥？把郭老爷子的病治好才是最重要的。郭老哥，你就听你孙子的吧。村民们七嘴八舌，开始说了起来。柳如梅知道自己再也捞不到好，于是收起了刚刚的撒泼打滚。今天大岭村的人可都听到了，可是你郭家先开口说的退婚。我们都听到了，就你们这样的吸血虫，不退婚还留着过年啊？那就好，之前订婚时过的3转1响还有彩礼钱，我们柳家可就1分不退了。你这个丫头心思怎么这么歹毒？吴三爷，你老不用理会他，那些他们用过的3转1响，就是还回来我都嫌脏，不要也罢。3转1响还有彩礼这些东西，除了自行车，其他东西早就被他们家卖钱。现在我就是想要，柳家也没有，而且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治爷爷的病，没空跟他们纠缠。柳家是一定要报复的，而且要加倍奉还，我可不是圣母。村民们看到郭家这样处理，纷纷点头称赞。一旁的郭令公看到自己孙子这样大气，也是非常欣慰。而柳如梅早就趁大家夸奖郭家的时候，悄悄离开，从大岭村返回镇上。赶走柳如梅后，郭家将爷爷安排在县医院接受治疗，而大爷郭姐放在医院照顾爷爷。从医院回来，郭家走的不是回家的路，而是县城边上的一片山林。如果不是回忆起前世的一件事，郭家还真不敢手里只有45元就来医院给爷爷治病，因为这件事可以给郭家带来一笔财富，用来医治爷爷的病自然不在话下。而这件事涉及到的位置，就是离县城边上的这处山林。全县一夜之间，所有粮站供销社的票据不翼而飞，而罪魁祸首陈老六却意外入狱20年。本想一夜暴富的陈老六，出狱后看着眼前价值几十万已经作废的票据，却45度角仰望天空，倔强的不让泪水流下。前世我意外认识陈老六时，听他说起这件事，记得他说那些票据就埋在山里。郭家又回想了一遍那次和陈老六一起喝酒的事情，然后开始从南边第一棵树开始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18，到第18棵树的时候向里走，兜兜转转，郭家终于发现大山深处那棵歪脖子树，这应该就是陈老六嘴中说的那棵。郭家拿起工具在树的阴面开始挖，按照陈老六说的，东西埋得并不深，果然没挖多久就碰到什么东西。郭家脸上一喜，知道这就是陈老六埋在这里的一个坛子。四下里又再次观察了一遍，确定没有人后，继续清理坛子上的土。最后，一个大肚子小嘴的大号坛子出现在郭家眼前。郭家从口袋里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大布兜，一把一把的把各种票从坛子里抓出来，塞进布兜。老六，这些票证等你出来也变成了废纸，搞得你到时候连把它们当废品卖都不敢。现在还是让哥替你提前解忧吧，大不了到时候哥补偿你一些东西。一个大布兜子被郭家塞得满满的，乐得他露出32颗大门牙。把坛子还原，又重新把土填回去。郭家也背着布兜子往自己放在山林边缘的平板车走去。中途他又捡了许多干树枝，一并放在平板车上，来把布兜子盖住，做成上山捡柴的假象。捆绑好这些干树枝之后，郭家拉着平板车，高高兴兴地向大岭村走去。郭家回到自己家，首先把那一大布兜子票证藏好，然后起身去了大爷郭解放家里。因为郭家和大爷郭谢放送爷爷去医院走得突然，还没通知大爷家里人。四姐，我和我大爷今天送咱爷去离县中心医院了，现在安顿好，已经住院了。郭家来到屋里，看到四堂姐郭英正在做饭。咋了？咱爷病重了？我下工回来正纳闷爷咋不在炕上了呢？到你家看也没人。对了，小佳，村上人都说你病好了。四姐，咱爷不是病重，就是有病要趁早治疗，我觉得不能拖。我的傻病已经好了，谢谢四姐还有三姐和大爷这些年的照顾，以后啊也该轮到我照顾这个家了。都是一家人，说啥谢？你的傻病能好，咱爷的病啊也能减轻不少。就是二叔二婶在天上，也该放心了。听咱爷说，我爸妈是大英雄，康米圆月是光荣的。郭家父母的真实容貌他已经不记得了，当时郭家年龄还太小，只能看着相框里的照片来回忆过往。那是郭家父母结婚时的照片。小佳，不说那些了，咱姐俩吃饭，你一定饿了吧？郭英把炒好的青菜装入盘中，招呼郭家吃饭。四姐，你怎么知道我饿了呢？从县城回来要走10公里的山路，不饿就怪了。
24岁的郭英还没出嫁，因为大哥失踪一直音信皆无，二姐三姐又都嫁人，为照顾自己老爸和爷爷，还有这个傻堂弟，郭英只能推掉所有媒人，想要多照顾家里人几年。对了，李柔对陈翠莲那么好，没想到她会诬陷李柔。刚刚批评大会，陈翠莲被大家骂惨了。四姐，李柔是好人，平时你多照顾照顾。你个臭小子，咱可不能吃着碗里的，望着盆里的。你可是有对象的人，少打李柔主意。四姐，他们柳家是什么样的人，不用我说，你也应该知道。等把爷爷的治病钱赚够，倒出空来，我就去柳家退婚。还有，今天柳如烟的妹妹又来咱家要钱了。接着，郭家把白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。他们家太过分了，这对象不要也罢。所以李柔那里，四姐你多美言几句。好你个臭小子，贼心不小啊！主意真打到我好朋友身上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李柔可是附近10里8村公认的第一大美女。四姐，帮帮忙呗。不过要是让李柔成为我的弟媳，好像也挺好啊，便宜你小子了。郭英说着，开始幻想李柔成为自己弟媳的样子。你刚刚说要赚钱给爷爷治病，怎么赚？四姐，我今天在县城看到他们城里人吃菜不是很方便，都要去国营菜市场排长队，所以我就和他们说，明天我给他们送菜上门，不用在菜市场排队。郭家在回来的路上早就想好了说辞，不然这么多票证没法漏事。你要做投机倒把？那可不行啊，小佳，你听姐的，快快打消这个想法吧。郭英说这话时手有些抖，以前可没少听说因为投机倒把被抓进去的。四姐，那都是过去，现在已经改革开放了，国家鼓励个人经济，这些都在报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。可是咱家菜园子里的菜也不多呀，能卖多少钱？四姐，光是咱们家里青菜当然没有多少，要是把全村的蔬菜都收过来呢，10里8村的菜都收过来呢。可咱们也没那么多钱啊，钱都被柳家人按月要走了，兜里比脸都干净。听说我可以把青菜送到他们家属楼里，城里那些人提前给了我一些粮票等票证。郭家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。那他们也不怕你骗大家，就这么轻易把粮票给你了？郭英感觉自己堂弟傻病好了，但是城里人好像都疯了。又不是所有粮票都一个人拿，每人就先给个1斤半斤的粮票，又不值多少钱，他们说算是定金，不但不怕我骗，还怕我不去呢。那你都记住没有啊？可不能把人家的票证都弄错了。四姐，我可是能考上大学的人，这点小账还能记错？看把你能的，不过你的病恢复过来真是太好了。四姐，那我就趁着村民们现在都在家，去谈一下，让他们明天起早摘菜。姐帮你去挨家问啊。四姐，你都干一天活了，早些休息吧。我大爷先在医院护理咱爷几天，等把爷爷的病治好就回来了。四姐，这几天你就自己先在家，晚上睡觉记得把门插上，等以后我赚了钱，把路子跑熟，就带着你一起做买卖，这又脏又累的活儿咱就不干了。郭家笑着走出屋，回了自己家，在兜子里挑一些半斤1斤的粮票揣进兜里。5斤面值的粮票他没有拿，怕村民们起疑心。毕竟是头一次收青菜，等到以后第2次、第3次就好了。以后出现大面值的粮票，可以说是自己赚来的。郭家第一家就去了村长王福家。首先，作为村长，对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更容易理解，能更容易收到他家的青菜。另外，如果把村长家搞定，郭家去其他村民家就好办了。嘉哥，你去哪儿了？下午我去你家都没找到你。今天和我大爷把我爷送县里医院了，并不能拖着，要抓紧治。下午去找我，这是又从生产队偷跑出来了。还不等胖子回答，就传出他老爸的声音：可不参加劳动，赚不来工分，老子罚他今晚不许吃饭。叔，你消消气，胖子就不是种地的料。郭家走进屋里，后面跟着磨磨蹭蹭的胖子。看情况，刚刚这里应该是发生一场战争，老子打儿子的碾压战。家娃子来了，看来你这病是真好了，叔也替你高兴。刚刚你说送你爷去县城医院了，钱够吗？要是不够，我发动村民们，大家凑一凑。郭老爷子为国家为人民，那可是立下汗马功劳的人，咱们不能忘。叔，我爷的补助金才发下来，有45元钱呢，而且我也想赚一些钱来贴补治疗费。郭家对于王福能这样说很感动，但也知道这是爷爷的高尚品格建立在村民心中的。有啥需要叔帮忙的，你尽管说，叔大小还是个村长，尽最大限度帮助你。不说你爷爷上战场杀鬼子，就是你爸妈双双为国捐躯，也应该得到人民的帮助。郭令公和他2儿子郭建设一家，那可是大岭村的骄傲，那是真真正正的英雄之家。到上面开会，因为大岭村的郭令公和郭建设一家，王福这个村长都被高看一眼。叔，现在国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，报纸电视上都已经铺天盖地的报道了。我想把咱们村民菜园子吃不完的蔬菜收过来，送到城里工人兄弟那里，这样既解决了工人兄弟们吃菜难的问题，同时还能赚点辛苦钱贴补家用，而咱们村民也能获得购买粮食的粮票，可以说是一举3得。郭家知道，现在想要说服村长，话要往大了唠，必须尽量往奉献上靠。我到上面开会学习，确实是在鼓励个人经济。家娃子，你这也算响应国家号召，我支持你。有了作为村长王福的支持，卖菜这件事也算迈出了坚实第一步。3000斤是平板车的极限，并不是胖子的极限。
可这样看似危险，实际上一点也不安全的超载行为。没有意外的话，一定会发生意外。即便如此，面对前方坎坷的道路，胖子王德发始终坚信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但良心要是没了，可以赚得更多。此时距离成为万元户还差9999的他，决心和郭家一起走上收菜卖菜致富之路。续接上集。叔，胖子既然不喜欢到生产队干活，不然就跟着我吧，我每天给他开工资，现在还不知道能具体赚多少钱，但我保证让胖子比在生产队赚的工分多。一世的好兄弟，郭家又怎么可能扔下胖子？行啊，嘉哥，我跟你混。啥钱不钱的，不然这兔崽子也不消停，跟着你，他还能听话一些，以后你多带带他，不听话就往死里削。王福知道自己儿子啥德行，跟着郭家走，没准还能学好一点。好，那胖子一会儿你早点睡，明早起来跟我学学怎么收菜，菜价都是多少钱？我现在去其他家说一下，也好不耽误明早摘菜。好嘞，嘉哥你就请好吧，只要不是去生产队干活，其他啥都行。胖子美滋滋的把郭家一直送到大门外。胖子，哥保证让你以后发大财，明年给你娶个嫂子。发不发财无所谓，反正有我爸替我赚，只要能跟嘉哥一起玩就行。胖子，话不是那么说的，谁的父母也不能总是年轻，都有老去的时候。要是我们自己不加把劲，等父母老了，我们靠谁？以后我们的孩子靠谁？郭家说完走向下一家，留着胖子一个人站在门口陷入沉思当中。孩子他爹让儿子跟在家娃子身边，我看挺好。废话，我是谁？一村之长，要是不看到这点，会答应家娃子？切，说你胖，你还喘上了。胖子返回自己的屋，刚刚嘉哥的一番话，好像是点燃了他心中的什么。现在胖子感觉自己干劲十足，想要马上做一番大事业，让父母跟自己一起享福。郭家接着又走了10多户人家，把村长家菜已经卖给自己挂在嘴边，好让郭家到的这些家都同意明天起早摘菜。郭家每家都留下2斤的粮票做定金，因为是第一次收菜，郭家在村民当中还没有信用可言，只能粮票开道，一家家走下来。等到郭家回到自己家，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。现在人们精神娱乐生活比较少，尤其是农村，到了晚上，家家户户的夫妻们不是深入交流，就是早早睡下。郭家回到自己屋里整理票证，这些票证当中以粮票居多，邮票、布票、肉票、工业票等等，一共是20.0780斤5两。整理完后已经到了后半夜2点，郭家重新藏好票证之后，倒头就睡。已经傻了3年的郭家的屋子相当安全，10里8村的梁上君子到这里都绕弯走，小偷们都害怕自己再掉了什么东西在这儿，反而赔了。嘉哥，嘉哥！郭家在梦里马上就要和李柔入洞房了，忽然被人叫醒，那叫一个气啊！嘉哥，你昨天晚上不是说要早起的吗？胖子，没想到你这次这么积极。嘉哥，昨天大门口那番话，我感触挺深，就像嘉哥你的病好了一样，我胖子也要重新做人。行，有这句话，哥带你闯一片天地。行了，哥，空喊口号没用，还是来点实际的吧。我看你也不怎么靠谱，我都去菜园子把菜摘完了，你这还没起来呢。胖子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说完撒腿就跑。卧槽，胖子你能耐了，别让我抓住你！郭家锁上房门，拉起平板车，在后面追着笑骂。两人第一站自然是胖子家的菜园子，一是都已经摘完了，二是要给其他村民看。村民们自家菜园子里种的都是时令菜，现在以豆角、茄子、青椒、西红柿、黄瓜等等为主。郭家把平板车放好，和胖子一起给青菜称重。嘉哥，这些青菜都是啥价格？一会儿去收别人家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胖子早就给你准备好了，多看几遍就记住了。这个好，都有固定价格，就不会弄错。看来今早起得晚，嘉哥这是有原因的。抓紧干活吧，胖子你称重报数，我记账核算。你看看自己家种的菜，不用那么仔细吧？胖子妈嘴上说着，可是却把箩筐里的茄子往秤上放。婶儿，那怎么行？亲是亲，财是财，不能弄错了。郭家也不点破，开始称重计数。一旁的胖子有些脸红，感觉收家哥的菜钱不好意思。西红柿1毛1斤，茄子3分钱1斤，青椒8分钱1斤。这些菜价，郭家都是提前在县城国营菜市场里记下来的卖价。他定的收购价比菜市场里的卖价每斤降了2分钱左右。最后胖子家的青菜一共是5块6毛钱，这结果让胖子妈听得喜笑颜开。以前家里的菜都是自家人吃，没想到还能卖钱，而且是这么多钱。这个时候农村生产队干活都是工分制，一个壮劳力一天可以赚10个工分，也才是5毛钱。要是那些妇女或者未成年以及体弱多病者，一天也就能赚7、8个工分，连5毛钱都赚不上，一年赚的更是少得可怜。今天这些青菜一下子就卖了5块6毛钱，都赶上10多个工了。胖子妈怎么可能不高兴？婶儿，他们城里人给我的都是粮票，那么咱们也都按照粮票结算吧。行啊，都给粮票最好不过了，这样就能去粮店多称回来一些米面。婶儿，现在1斤粮票城里卖是2毛钱，你这是5块6毛钱，我一共应该给28斤粮票，这些你数好，算上昨天给的2斤粮票，正好28斤粮票。我现在身无分文，爷爷的病需要赚钱救治，李柔还需要自己去追求，而且按照前世轨迹，8、9不离10，现在李柔已经怀孕了，为女儿，我也要现在开始快速赚钱，不然前世的遗憾现在重生回来可能又弥补不了了。好好，
真是谢谢你了，家娃子。胖子妈一听这个，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现在的粮票还真比现金更有诱惑力，大家都争抢着要。嘉哥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我妈那里我是真扛不住啊。等我自己成了家，菜园子里的菜让你连根拔，1分钱不要。胖子，你这是说啥呢？我这也是赚钱，不会白要了任何人的蔬菜，咱俩是最好的兄弟也不行。而且你帮我的忙也不会白帮，是有工资的。郭家顺利收到村长家的蔬菜，还是非常高兴的。嘉哥，给啥工资？不然我不也是闲着吗？就当跟你溜达了。胖子，要是就一天，你要钱我也不给你。可是咱们是要一直干下去的，你不想发财啊？那当然想发财了。昨天你说了那些话之后，我都想好了，以后我要赚很多很多钱，咱也成为万元户，然后把我家的草房推倒，重新盖砖瓦房，最少是大3间的。胖子说着，眼睛里冒着光。小了，哥姐小了，万元户3间砖瓦房怎么能够？以后我们要去城里住高楼大厦，存折里要趴着无数个万元户。真的，那真是太好了。胖子屁颠屁颠的把平板车推到另一家菜园子。家娃子，你来的可真早，今天起晚了，我这儿马上就能摘完。菜园子里，李油条带领全家快速的摘菜。实际上，李油条一早就起来了，一直偷偷的观望着村长家。当李油条看到在村长家的菜园子里一样一样的青菜过程，最后又塞到村长媳妇手里一大沓子粮票，看来一切都是真的。黄瓜1毛2分钱1斤，南瓜3分钱1斤，韭菜8分钱1斤。李油条家人多，没一会儿就把青菜都摘完了。郭家开始算账。李叔，你家的菜还真不少，加一起一共是9元8角钱。郭家笑呵呵的让李油条看账。错不了，错不了，家娃子可是大家公认的神童，准大学生，这点账怎么会算错？李油条眼睛没离开账本，正在快速的记住上面的数字。没事，要是算错了，可以再找我，多退少补。李叔，这是47斤粮票，加上昨晚的定金，正好是49斤。村长家也是按这个价格来算的。哦，1斤粮票这是2毛钱啊。是的，要不是城里人答应给粮票，咱们就是把青菜换成钱，没有粮票也买不来米面，不是？也对，还是家娃子聪明，要粮票比要钱实用。李油条家里早就没粮食了，一大家人都靠挖野菜和菜园子的蔬菜度命，现在用青菜换来49斤粮票，真是及时雨啊！李叔，这青菜我天天收，等你这菜园子里的菜重新长出一茬，再通知我。好的，好的。青菜原来这么值钱，以后菜园子里的蔬菜我们一点不吃，都给你留着。李油条手里攥着那沓粮票，心里热热的。对于李油条的话，郭家没有说什么。在这个有些人还填不饱肚子的年代，你去和他们讲合理饮食，注意蔬菜搭配，那不是扯淡吗？命都快没了，还要啥头型啊？接着，郭家带着胖子又收了2家昨晚付过定金的青菜，平板车上就满满当当的装满了箩筐。在村里，村民们看到郭家和胖子在收青菜，聚在一起议论纷纷，互相打听消息。人群中，大岭村的思想代表人物张胜利在听到消息后，呼呼的来找村长王福。村长，这不是反天了吗？他郭家收青菜去城里卖，这就是投机倒把，你怎么能支持他呢？胜利啊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好青年，可是现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，鼓励个人经济，这些可都是在大会上公布的，而且你看看这些报纸，也都刊登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王福把郭家拿给自己的报纸，现在转交到张胜利手上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忽然就不算投机倒把了呢？胜利啊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，不能教条，这可都是上面领导开会时强调过的。张胜利看完报纸，精神有些颓废。重生80年，我靠买菜赚到第1桶金。然而当我回爷爷家时，未婚妻柳如烟却带着一家人上门来要钱，我反手教她做人。小佳，你可得省着点儿，过日子不能这样乱花钱。四姐，今天我赚不少钱呢。再说了，吃不穷穿不穷，你在屋里歇着，今天我来做晚饭。郭家说着，拿猪肉准备去厨房清洗。哎呦喂，没钱给我二姐，却有钱买肉，二傻子你这是又想挨打了。柳家的老三柳大华当先走进来，后面还跟着大姐柳如烟。看到郭家手里拿着大肥肉，柳大华气不打一处来。以前那老头的补助款一发下来，可是第一时间都要交给我家的，但上次二姐来要钱不给，他郭家现在居然还敢买猪肉吃，胆子真是太大了。郭家，听说你的傻病好了，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？还有，昨天二妹来拿钱，你怎么能阻拦不给呢？二妹、三弟还有四弟可都等着这钱上学生活呢。我一天从早到晚的上班，你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？不等郭家回话，后进来的柳如烟就开始数落起来。自己有家不带，还跑到别人家，害得我们一路找过来。赶紧把钱给我！四弟在家哭喊着要吃红烧肉呢。对了，家里的烧柴快没了，你明天去给我们上山砍一些，记得都劈成木棒子，放仓房里码整齐一些。柳如烟根本没看郭家黑成锅底的脸色，继续在那里喋喋不休。这些活儿要是傻子郭家不干，就要我下班回来自己做。老二、老三整日游手好闲，让他做家务，太阳得从西边出来。
是我那天说的不够清楚，还是柳如梅回去没和你说？我已经说了，我主动退婚，咱们以后再没有任何瓜葛。郭家，我知道你是说的气话，这次我也不和你计较。这3年我做的还不够吗？你摔傻了，我都没提出退婚，现在怎么了？人不傻怕花钱了，我也很不容易，知不知道？一大家子的人都需要我赚钱来养，高考都没去参加，你是我的对象，帮助我照顾一下家里怎么了？柳如烟说着大声哭起来。你还知道说我是你对象，脸不红吗？我摔傻了以后，你可曾来看过我一次？这是对象能干出来的事吗？而且我还是因为给你们家挖野菜才摔傻的，你良心上过得去吗？后来你不是也经常去我家吗？不是也经常见面，还非得我到你家来看望你呀？柳如烟的话说的一点底气都没有，和刚刚咄咄逼人大相径庭。那也是我成了二傻子后很久的事情了，而且还是柳如梅和柳大华哄骗我去你家干活，你们那是在使唤免费的劳力，是在唬二傻子。郭家越说越生气，给你点染料，你就想开染房啊？一旁的柳大华一步跨上前，就要抓住郭家的脖领子，准备动手。可是扬起的巴掌还没扇到郭家，就被一只手抓住了。这3年你可是没少打我啊，现在也该还了吧？郭家说完就是一个膝打，柳大华没有防备，肚子吃痛，人也弯下腰去。郭家接着就是一套昆拳砸在柳大华的后背，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，柳大华就已经被打趴在地上。郭家对着柳大华的脸就是一脚蹬出，滚了几圈才停上。柳大华脸上挂彩了，鼻口窜血，脑袋晕晕的，他很想站起来，但是做不到。对于这种街溜子，郭家根本不放在眼里。这一路走过来，架可没少打，等闲3、5个人根本进不了他的身。你要干什么？郭家，你快住手！柳如烟马上跑过去扶柳大华，起开，这就是你找的好对象。通过刚刚郭家那一套动作，柳大华知道自己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于是拿自己大姐出气，顺势溜走，扬长而去。事发突然，柳如烟被推坐在地上，等他站起来，自己的3弟早就没了踪影。郭家，你太过分了，那可是我弟弟，怎么能说动手就动手？这3年里，柳大华打了我无数次，你可曾拦过一次？那个时候，你怎么不去向柳大华说我是你对象，他未来的大姐夫呢？那个柳如烟无法回答，当时郭家是二傻子，皮糙肉厚的，打几下也打不坏，他确实没拦过。赶紧滚蛋！看在曾经订过婚的面子上，我要奉劝你一句，不要把别人的爱心当作必然，任何人都不亏欠你们家1分1毫。前世里郭家知道柳家人的结局，老三后来染上赌博，没钱还赌账，把自己大姐卖了。柳如烟拼命供养的弟弟没念任何恩情，趁着熟睡，柳大华把债主领进大姐的房间。柳如烟不堪忍受债主的侮辱，事后投了河。老二柳如梅满脑子的邪门歪道，总想走捷径，后来到了发廊工作，做了幼鸟，严打的时候被做了点心，吃了花生米。老三柳大华作为街溜子，整日胡作非为，在严打的时候比他二姐吃的花生米还早。老四柳大国被家里养成巨婴，在接连失去所有亲人后，靠乞讨为生，当了一个要饭的乞丐。听说有一年冬天特别冷，他们老四就在这年的一个夜晚冻死在马路边。此时柳如烟看到郭家这是来真的，心慌了，终于有了危机感。自己1个月20元钱的工资哪里养得活一家5口？要是没有郭家每月给的40元钱，别说吃香的喝辣的了，吃糠咽菜都不够。郭家，以前是我错了，现在我改还不行吗？完了，现在我有喜欢的人了。郭家毫不客气，看柳如烟赖着不走，上前赶他出去。咱们别闹了行不行？我知道错了，我听说了，陈翠莲要钻你屋子，但那样水性杨花的人，你怎么能喜欢他呢？听到郭家说有喜欢的人了，柳如烟还以为是闹得沸沸扬扬的陈翠莲。陈翠莲她还不配。郭家打掉柳如烟拉着自己的手，你就死了想要继续花我爷爷补助款的心吧。最后我再警告你，你们柳家姐弟几个人坏事做多了，小心遭报应。说完，郭家转身回屋，留下柳如烟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录音。郭英全程没有劝郭家一句，作为旁观者，他早就知道柳家人都是吸血虫。看到柳如烟哭哭啼啼，郭英笑着问道：“3转1响都搭里面了，不后悔啊？”这有什么后悔的？再说了，他们家现在1分钱都没有，我想要也要不回来。对了，四姐，你和李柔关系好，别忘了多给我美言几句。你小子现在是一点都不背人了。你不是我姐吗？第2天，郭家和胖子卖完菜，去往县医院看爷爷，却在医院看到张胜利正拉着一名大夫的胳膊不松手，在那里苦苦哀求。这位同志，你的心情我十分理解，但医院有规定，没钱了是不能继续开方下药的，我也没办法。身穿白衣大褂的大夫也很无奈。大夫，还需要交多少费用才能继续治疗？张胜利忽然听到身后熟悉的声音：“郭家，胖子，你们也是邓峰的家属，现在至少要交10元钱，希望你们可以想想办法。治疗相当顺利，如果现在停止会前功尽弃，将面临瘫痪的风险。”原来张胜利幼时丧父，被母亲邓芳含辛茹苦拉扯大。前不久因为多年劳累成疾，再加上风湿病，右腿不能行走，送到县城医院治疗。可是张胜利家里也非常困难，住院几天，病没治好，钱却花没了。
必须继续治疗。人瘫痪了还怎么办？这是15元钱，都是今天赚的，你先拿去交钱，后面的等我再赚钱再拿给你。郭家兜里还有不少钱，但是因为粮票的事情，他不能往出拿。爷爷那边钱暂时还够用，郭家选择直接给张胜利先渡难关。嘉哥今天一共给了我4元，另外我自己还有1元的私房钱，也都给你。胖子这时也把兜里所有的钱掏了出来，递给张胜利。可是你们，我……满腹经纶的张胜利现在变得语无伦次。别这个那个的了，治病要紧。谢谢了，这钱我一定尽快还上。与此同时，在同一家医院躺着的赵勇，此时满脑子都是医生说的话。我真的会丧失生育能力。